大家好，我是艾廖。上集我们完整的梳理了外星威胁论的建构过程，从1898年威尔斯将殖民恐惧投射为外星入侵的想象，到冷战时期好莱坞批量生产的外星人入侵电影，再到希尔夫妇案引发了人们对外星绑架的恐惧。后来霍普金斯和雅各布斯用有缺陷的催眠方法搭建了一套外星绑架叙事逻辑，而这套逻辑在我看来与克苏鲁神话的建构方式十分相似。我们还分析了这种外星恐怖叙事为什么可以大范围流行。在上期视频最后，我们还提出一个关键问题：这套外星威胁论是客观地反映了事实，还是代表了某些群体的利益？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当一部分学者真正聆听体验者的心声时，浮现出来的到底是怎样一幅图景。前两期视频我都提到了约翰麦克教授，他是在外星绑架研究领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从90年代开始系统性的研究绑架案例。但不同于霍普金斯和雅各布斯渲染的外星恐怖叙事，麦克认为绑架案所呈现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层面，最终指向的是我们的意识。虽然同样是采用催眠技术在研究绑架者的经历，但麦克的职业操守和他积累的大量临床训练，使得他的催眠过程非常谨慎，没有像霍普金斯和雅各布斯那样预设结论，也没有在催眠过程中刻意的诱导受试者。麦克的态度是中立的。早期他在研究这类现象时，可能还是一个怀疑论者。霍普金斯和雅各布斯认为绑架是真实的物理事件，是其他星球的外星人将人类绑架到飞船上，制造外星混血儿，企图控制地球。说实话，这套说法放在今天真的有点过时了。我就用威尔斯的逻辑来逆推，假使我们是当年登陆美洲的殖民主义者，我们计划侵占美洲大陆，那真的有必要时不时的去绑架一下原住民，然后通过做爱或者采集精子卵子的方式合成混血后代吗？然后还要让这些混血后代慢慢渗透到原住民部落，这种方式真的有说服力吗？再说，如果外星人的能力足以让他们折叠空间，让时间停滞，消除人类的特定记忆，那他们的技术能力完全可以直接侵占地球，人类没有一点反抗能力。所以霍普金斯和雅各布斯的说法真的经不起推敲。而反对的一方认为外星绑架都是虚假的，是催眠时被植入的记忆，那完全是虚构的东西，或者是谎言。这种说法就完全忽视了大量体验者所带来的信息，无论是物理证据还是意识转变都有很多，但是反对者是不看的。现在麦克站出来说，双方的观点都不对，都太狭隘了。麦克认为这些体验可能是在某种超越我们通常物质现实定义的层面上的真实，它涉及意识与某种非人类智能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可能是多维度的，也可能是意识层面的，不完全符合我们对物理事件的理解。这句话的关键是麦克承认存在一种超越人类当前认知范围的层面，不能简单的用现实或者虚拟来概括。如果换成佛家的话，我们会更容易理解，凡所有相皆为虚妄，六识、眼耳鼻舌身意感受的现实都在虚幻的层面中，外在的一切，我们看到的画面、听到的声音、品尝的味道，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电信号经中枢神经系统编码后的主观模型。在六识感受到的现实之上，有一个或者多个更高的层面，想要看见更高的层面，就要超越六识进入莫纳识，但莫纳识依旧是一种虚妄，它让我们产生了我的幻觉，有我就有物我之别，一切二元对立皆是我执。没有了我执，也就达到了庄子说的齐物，可能就会进入阿赖耶识。但阿赖耶识就是终极吗？当然不是，只要你还有阿赖耶识这个想法，就依然在虚妄之中。这个话题点到为止，越解释越模糊，大家有个概念就行。麦克在研究中注意到，他的体验者中出现了一种与恐惧叙事截然不同的模式。虽然接触体验中确实包含令人恐惧和困惑的元素，但大量体验者还报告了深刻的灵性转化效应，包括对地球生态的深切关注、灵性意识的觉醒以及世界观的根本性改变。麦克认为，这种灵性层面的转化不应该被忽略，反而是理解整个现象的钥匙。这个结论与濒死体验研究、CCRA 的接触体验者调查和坎农的催眠回溯记录产生了共鸣。到这里，我们就有了一个明显的对比：真正懂催眠技术的顶级大学的精神病学教授，在通过他专业审慎的研究后认为绑架是真实的，但绑架并不是媒体所渲染的只有恐怖可怕的情景，其中还包含积极的灵性转化。而缺乏专业能力的研究者们，比如画家出身的霍普金斯和美国文化史教授雅各布斯，他们的研究方法有很多缺陷，缺乏外部监督，甚至有点不择手段地获取了半真半假的信息后，构建出一系列极端的外星绑架故事。而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卖书，做全球巡回演讲。哪一种研究更可信？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明白。麦克的工作可以被视为福利基金会和 CCRA 的前置性工作。数十年后，一项更大规模的调查数据证实，外星绑架现象的背后是一个更复杂、更有超越性质的途径。2021到2025这5年间，福利完成了非人类智能接触领域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规模多语言国际性的系统性学术调查。数据来自100多个国家，4200多名非人类智能接触体验者的自我报告。这场调查包含3份详细的定量和定性调查问卷，这些数据在《超越 UFO》这本书里都可以看到，我放在评论区，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自己去查阅。福利发现，体验者更喜欢使用接触，
体验或遭遇等词语来描述自己的经历，而非绑架。绑架这个词对体验者而言既不友好也不准确。大量体验者报告，他们的接触是心灵感应式的双向交流，甚至是一种知情同一的感觉。这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仿佛外星人是经过了被绑架者的确认。但我在催眠回溯里确实发现了大量类似的描述，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们在这里可以先简单理解为，这是一种预先定好的生命计划。之后的催眠回溯系列视频，我会更详细的去说。如果绝大多数体验者不认为自己是被绑架了，也不认为体验是负面的，没有将外星人看成是邪恶的恐怖分子，那么外星威胁论为什么还会被大范围的传播呢？在各类的小说和影视作品中，外星人始终是一个敌对形象。就像我在上期视频总结的，直接原因是商业利益驱动，因为贩卖恐惧更有利可图，而深层原因是人类对未知的恐惧本能和政治需要。麦克的研究和福瑞的调查数据共同证明，体验初期确实包含了恐惧元素和令人困惑的地方，比如沃尔顿事件。但是我们要理解，在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很多人的大脑会宕机，我们不知道遭遇了什么，也不知道会不会受到伤害，所以产生恐惧是很正常的。哪怕不是外星人把我们带走，此刻突然出现一群陌生人把我们带上面包车，我相信是个人都会惊慌失措，这是人的本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类似接触体验的反复发生，多数人报告了他们的心灵转变，包括灵性觉醒、物质诉求降低、同理心增强、死亡恐惧感降低等等。如果你看过前几期视频，你就会发现这与 NDE 的后效几乎是一样的，区别只在于体验方式不同，一种是被外星绑架，一种是濒临死亡，但二者就这么奇妙地产生了共鸣。福瑞数据中报告的 NHI 接触形式包括心灵感应、梦境接触、OBE 状态下的接触、遭遇能量体或光体，以及通过冥想、催眠或致幻剂与非人类智能接触。像绑架这种物理性的接触，在整个接触模式中占比很小，而且数据显示，体验者报告的非人类智能形态以能量体和灵魂形态为主，人形体并不占主导地位。而我们的普遍印象是，那些搞绑架的都是泽塔星的邪恶小灰人，但数据并不支持这种说法。此后，福瑞将 UFO 接触体验与 NDE、OBE、遥视、通灵等其他模式进行了交叉分析，得到的结果是，这些不同类型的超自然体验在体验者群体中高度重叠。所有这些超自然体验异常现象不是孤立的，彼此之间是有联系的。另外一个发现是，那些有过 UFO 接触的人，他们经历 NDE、OBE 等其他接触模式的比例也远远高于普通人群。这个发现说明，超自然体验可能确实有体质方面的差别，有些人他就是容易遇到这类事情，就有点通灵体质，俗话说容易见鬼。不过经常见鬼的朋友们也不用担心，灵魂本质上也是能量，结合赫尔墨斯的7大原理，灵魂也好，肉体也好，只是振动频率不同。后来 CCRI 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得出了核心结论，所有这些接触模式可能不是独立的不相关现象，而是同一个底层意识现实的不同入口。这里提到了意识现实，这期视频先不做过多解读，大家明白这个意识现实其实代表了意识第一性就可以。其实在福瑞基金会之前，又已经有一位学者注意到了 NDE 和 UFO 接触体验之间高度的现象重叠，他就是肯尼斯林，康涅狄格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NDE 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他凭借《死亡之际的生命》和《迈向欧米伽》2本书确立了 NDE 量化研究的基础。但有很长一段时间，林对 UFO 现象的态度是完全回避的，对外声明他不研究 UFO， 但这道声明在1987年被打破了。那一年他读到了惠特利·斯特里伯的圣餐，就是上期视频提到的那位批评霍普金斯和雅各布斯的外星接触体验者。林读完这本书后意识到一件事， UFO 接触体验和 NDE 似乎指向了一种相似的灵性转化，这个直觉驱动了他接下来5年的研究，最终在1992年出版了《欧米伽计划、濒死体验、UFO 遭遇与宏大心智》这本书，强烈建议大家去看一看。林的研究方法是把3组人放在一起比较， NDE 体验者组、UFO 接触体验者组以及对这2类现象感兴趣但没有直接体验的对照组。他对3组人进行了详细的心理测量，涵盖童年经历、人格特征、感知敏感度以及体验后效。研究结果让林坐不住了，在后效层面， NDE 体验者与 UFO 接触体验者之间的相似程度显著高于两者分别与对照组之间的相似程度，就是说 NDE 组和 UFO 组表现出来的共性远远超过普通人。2组人在体验之后都变得更具灵性、更具同情心，对死亡的恐惧大幅降低，对物质成就的兴趣显著减少。一个差点死掉然后被救回来的人和一个声称与外星人发生过接触的人，他们在体验之后发生的人格转变几乎是一样的。看到这里，各位心中会产生疑问吗？林还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接触倾向性人格，他认为有这类体验的人可能有一种对意识边界更加敏感的心理构型。这个概念在当时引发了不少批评，批评者认为他是在把2种本质上不同的体验强行放入同一个心理模型。但值得注意的是，批评的焦点往往集中在林的解释框架上，而非他记录的数据本身。很少有人会否定 NDE 与 UFO 接触体验在后效上的一致性。林在1992年得出的结论与20多年后福瑞基金会从4200人那里收集到的大规模调查数据完美吻合。
可以说林是第一个用学术方法捕捉到这个不寻常信号的人，而福瑞的大规模调查则是对这个信号的再次确认。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就发现外星人绑架人类并不是一个我们原先认为的那种非常负面可怕的事情，这反而派生了一系列更重要也难以回答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人类的意识要和非人类智能之间产生各种各样的接触？非人类智能这么做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人类的意识为什么在有些情况下可以突破物理限制？我们可能要从催眠回溯中寻找答案。上期视频我说自己相信催眠回溯，但不认可霍普金斯他们的方法。霍普金斯前妻卡罗尔·雷尼写过一篇文章，深度剖析了他们两个人的研究方法和思维定式。雷尼和霍普金斯共同生活了10年，在这10年间，他深度参与了霍普金斯的绑架研究，编辑过他的畅销书《目击》，拍摄了大量催眠绘画的纪录片素材，跟随霍普金斯到世界各地的 UFO 会议上做演讲。在遇到霍普金斯之前，雷尼在波士顿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科学家合作了20多年，制作医学题材的纪录片。所以他说自己对研究设计、数据收集、假设检验和受试者保护这些东西都非常了解。2011年，也就是艾玛伍兹录音事件曝光之后，雷尼发表了一篇长文，标题叫《奇异事件的祭司：外星人绑架现象的共同建构》。这篇文章很有杀伤力。雷尼以一个内部人士的视角，向我们讲述了整个外星绑架叙事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霍普金斯和雅各布斯的研究缺乏外部监督，他们不需要通过美国的机构审查委员会审批，但现实是，在美国，任何涉及人类受试者的正规研究都必须有 IRB 的许可，缺少外部监督，也没有通过机构审批。霍普金斯等人的研究方式充满了不道德也不科学的地方。在工作中，雷尼观察到霍普金斯对普通绑架事件没什么兴趣，他只关心那些高度奇异的案例，越离奇、越恐怖、越有冲击力的故事越好，因为那些才能写进书里、搬上讲座。而真正对灰色外星人秉持包容态度的体验者，霍普金斯通常做完1次催眠就不再联系了，甚至不回他们的电话。雷尼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叫共同创造的概念，他认为在很多案例中，外星绑架叙事不是从体验者的真实记忆中被发现的，而是由研究者和体验者在互动过程中共同创造出来的。有时候这种共同创造是有意识的，有时候是无意识的。研究者带着他的预设想法和对高度离奇事件的渴望，体验者带着他们的困惑、恐惧和对权威人物的信任，二者在催眠中相遇，就共同生产出符合恐惧叙事的记忆。这种模式与心理治疗中的精神动力学疗法和格式塔疗法的理念是一致的，其治疗过程中产生的成果是由治疗师和患者一起构建的，双方在其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卡罗尔在文章中举了好几个例子，其中有2个事件是他认为最具代表性的。第一个案例来自一个叫吉姆·莫泰拉罗的人，他声称自己有2个博士学位，曾在日立公司担任市场总监，还声称有一群医生正在对绑架者进行一项秘密的医学研究。霍普金斯在完全没有核实这些基本信息的情况下，就带着这个案例上了广播节目，做全球巡回演讲。后来雷尼发现，莫泰拉罗用电子变声技术伪造了大量虚假录音和电话留言，而他所谓的医疗报告也是伪造的。当入侵者基金会的顾问委员会要求霍普金斯停止这项调查时，他拒绝了。2004年，骗局被彻底揭露，多名委员会成员辞职，但霍普金斯在公开场合依然声称，在他和戴维多年的工作中，一直非常谨慎，从未犯过一个重大错误。第2个案例是霍普金斯的代表作《目击》中的主人公琳达·科蒂尔。1996年6月的一个晚上，琳达向霍普金斯讲了一件事儿：政府的2名特工试图将她和她的妹妹绑架到车上，但姐妹2人最终逃脱。霍普金斯听后非常震惊，于是让琳达的妹妹联系他。当晚，琳达离开后不久，霍普金斯就接到电话，可当他拿起电话时，却陷入了沉默。卡罗尔询问是谁，霍普金斯露出讽刺的笑容说：“是琳达，她在假装自己的妹妹。”霍普金斯识破了琳达的伪装，但他却从未公开承认过这件事。琳达依旧出现在各类访谈和电视节目中。卡罗尔认为，这2位绑架研究领域的著名人物已经被自己的信念体系困住了，他们真诚地相信人类的命运危在旦夕，外星混血计划正在进行中，所以任何研究手段都是正当的。正是这种原教旨主义式的信仰结构，让他们丧失了批判性判断能力，极其容易相信他人，甚至被彻头彻尾的骗局蒙蔽而不自知。卡罗尔在文章中还指出一个研究困境，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涉及到超自然现象的调查人员都面临着公信力问题，他们的研究很难被学界认真对待。但如果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或专业的同行评审，那么这个领域将永远是一种边缘学科，就无法吸引更多有能力、有学识的人进入这个领域。而少数真正具备专业训练的研究者，他们只能自掏腰包，在深夜或者周末开展自己的研究。这是一个极其孤独且有很大风险的研究领域，研究者往往会因为他们的项目导致行业名声受损、收入下降、人际关系破裂等代价。
以上内容并不是在否定外星绑架的真实性，是希望大家明白，涉及到超自然领域的研究时，很多时候因为研究者的不专业或者认知偏差，会导致一个事情无法呈现出本来的面貌。相比于物理证据和研究方法，研究者的态度其实更重要。说回催眠回溯话题，因为催眠的程度有深有浅，效果也天差地别。霍普金斯等人的催眠程度通常被认为处于浅层到中层水平，与催眠者对话的是受试者的日常人格，所以受试者很容易在催眠过程中被引导、被暗示，就相当于我现在卸下所有心理防备与你对话，你说什么我信什么，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跟 PUA 的原理是差不多的。所以受试者很容易配合催眠师的预期或暗示生成一些记忆，并且他们无法区分生成的记忆和真实的记忆。但深度催眠的情况完全不同，凯农、魏斯、牛顿他们的催眠回溯能触及到受试者最深层的意识状态，他们在那个状态里与受试者的潜意识进行交流。这里的潜意识容易和传统心理学的潜意识混淆，我更喜欢魏斯的说法，叫它超意识。意大利精神病学家阿萨吉奥利在上世纪就研究过超意识的概念，他把超意识定义为一个位于日常意识之上的自主心灵领域。超意识的内容有时会下降，渗透进我们的日常意识，产生所谓的灵感；有时日常意识会被抬升，进入这个更高的领域，就获得各种广义上的灵性体验。在超意识之上，他认为还有一个更核心的存在，高我，这是一个超越时空的存在本身。这些概念听起来很抽象，不用太深入。我们可以把深度催眠中出现的那个超意识大致理解为伊德法则中的高我、吠陀传统里的 Turiya， 或者道教体系里的元神。虽然这些不同的概念在细节上有差异，但它们都指向了同一个东西，在日常意识人格之上存在一个更本质、更全知、超越了轮回的意识存在，包含了我们生生世世的记忆集合、知识与智慧。在催眠中，这个超意识展现出的特征与受试者的日常人格截然不同，它会使用不同的词汇和语言，展现极其广阔的知识面。他在看待受试者时像个旁观者，经常提供受试者在清醒状态下不知道的信息，并且十分准确。他表达的观点有时与受试者清醒时的信仰和偏好直接矛盾。同时，这种深度催眠有疗愈能力，就是能知道身体中存在的毛病，然后完成一个阶段的催眠后，它可以治好那些毛病，或者告诉你应该怎样去治疗。超意识提供的很多知识都超出了坎农、魏斯等人的认知，像阿卡西记录、三波志愿者、地球生命实验、能量网格、以太金字塔、利莫里亚文明、轮回转世等等超自然信息都是从超意识那里获取的。这种状态和通灵很像。一般来说，通灵开始后，通灵者自己的意识会暂时退居幕后，站在台前的是另外一种意识。以后做到催眠回溯宇宙学的时候，我再详细的说。坎农和魏斯他们在催眠过程中不会带着预设结论去诱导受试者，他们采取的是一种跟随不引导的态度。比如魏斯最初使用催眠疗法，只是为了帮助凯瑟琳治疗抑郁症和焦虑症这类心理疾病。回溯到前世，完完全全是一次意外发现。受试者在进入深度催眠状态后，坎农会问：你看到了什么？你在哪里？周围有什么？现在是什么时间？等等这些开放式问题。当受试者的超意识出现后，催眠才算进入正式阶段。但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就不是坎农和魏斯能决定的了，往往是受试者的超意识在主导催眠绘画的内容和方向。所以我更加相信坎农等人的催眠回溯，当然这仅仅是我的个人态度。坎农在数十年的催眠回溯实践中，也收集了大量涉及非人类智能接触和宇宙相关的信息。1998年出版的《守护者超越绑架》和2011年出版的《三波志愿者与新地球》中，有很多受试者描述，他们与非人类智能的接触并不是随机的绑架行为，而是转世前预先计划的一部分。接触的目的往往涉及更高层面的知识传递、能量调频、人生课题等等，是一些比较形而上学的方向。而更高层面的知识传递包括了地球生态、人类意识进化、维度转变、宇宙结构和灵性觉醒等方面。这些知识和福瑞调查中体验者提供的信息高度一致，两种不同的研究获得的信息都在表明一件事：地球正在经历一个意识转变的关键时期，非人类智能接触大量发生，与这个转变息息相关。那么外星绑架这种情况是否存在呢？存在，但我们可能要换个说法。坎农的很多案例中也有受试者在飞行器上接受身体检查的情况，但是超意识不认为这是绑架行为，而是一种保护或升级手段。恐惧和痛苦是受试者的潜意识无法理解并抗拒这种行为。非人类智能的本意不是邪恶的。还记得上期提到的沃尔顿事件吗？沃尔顿本人后来也认为那些外星人是在治疗他胸部的伤口，只不过当时他无法理解他们的行为。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当受试者从日常人格进入超意识时，往往会经历一个从恐惧到理解再到接纳的转变过程，这与 NDE 的后效也几乎一样。NDE 体验者在濒死边缘的恐惧会在光芒中消散，随之而来的是平和、理解和喜悦，然后是感受到自己被全然接纳。
他们醒来后对生命的态度也会发生积极变化。两种完全不同的接触方式再次体现出了相同的意识转化模式，这难道还是巧合吗？现在我们把视线转向披露运动。2017年开始的 UFO 听证会将 UFO 从边缘领域重新带回到主流视线里，从埃利桑多到戴维格鲁什，去年就连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都在纪录片中发言了。有越来越多的前政府和军事人员公开作证 UAP 现象是真实的，是政府隐瞒了信息。这些披露是肉眼可见的进步，但披露运动目前都是在唯物主义框架内进行的。所有人更关心的是 UAP 是什么材料制造的，坠毁的飞行器被藏在哪里了，可不可以逆向工程，外星人的身体结构和人类有什么差别，各国政府到底对大众隐瞒了多少事情。然而关于非人类智能接触中频繁发生的心灵感应、意识转化等现象，非人类智能的接触后效与濒死体验后效的高度一致性等问题却很少有人关注，而这些与意识相关的问题同样重要，甚至我认为更加重要。CCRA 的研究给出了一个结论， UFO 接触体验不能被还原为对物质飞行器的目击。对大量体验者和部分研究者而言， UFO 目击只是冰山的水面部分，水面之下是一个涉及意识转化状态、灵性维度和多种接触模式的庞大冰山。雅克瓦莱从60年代起就提出警告， UFO 现象的物理层面可能只是一个更深层的意识或信息系统的外在表现，就像我们手机屏幕上的图标是底层代码的外在表现一样。我们可以研究图标的像素和颜色，但如果我们不研究底层代码，就永远不会理解图标为什么长那个样子，又为什么出现在那里。现在我们可以把所有信息整合在一起，当麦克的临床研究、肯尼斯林的濒死研究、坎农的催眠回溯记录、瓦莱的跨维度假说和控制系统假说，还有 Free 和 CCRA 的调查数据，当这些信息汇聚在一起时，我们立刻就能发现外星假说的局限性，这背后还存在一个或多个更有灵性特质的现实，只不过我们暂时还没找到办法能与之稳定的互动。接触不是一个单纯发生在物质现实中的物理事件，而是一个发生在个体意识与更宏大现实之间的更高维度的意识事件。外星绑架事件中的恐惧是人类面对未知时的本能反应，不一定是非人类智能的动机。就像洛夫克拉夫特说的，人类最古老、最强烈的情感是恐惧，而最古老、最强烈的恐惧是对未知的恐惧。体验者的恐惧主要来自不理解当下发生了什么，不理解自己为什么要经历这种事情。但当体验者可以从超意识视角或者其他的与日常人格截然不同的视角重新审视自己的接触经历时，恐惧几乎全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理解和接纳。Free 的调查数据和坎农的催眠记录都在证明一件事，许多体验者在更高维度的意识层面上是主动参与者，甚至他们是非人类智能体验的规划者。在视频最后，我想说一些可能让你们觉得神神叨叨的言论。首先，我承认我非常认可意识是首要的这个结论，所以我的视频在很多人看来会有非常主观的唯心论倾向。其次，我相信坎农、魏斯的催眠回溯记录的真实性，我也非常认同 Free 基金会和 CCRA 的调查数据和研究成果。波尔、薛定谔、大卫·波姆、鲁迪·希尔德、汤姆·坎贝尔等等前沿领域的科学家，他们都得出过相似的结论。吠陀哲学、奥义书、道家、禅宗等等古代的形而上学著作也给出了相似的理论。赫尔墨斯主义、伊的法则、催眠回溯、通灵、本托夫的意识模型、哈尔伯特的全息宇宙，还有大量的不同形式的接触体验，也都在传递相似的信息。这么多不同的领域却得到了相同或相似的结论，我认为实在不能假装看不见。所有不寻常的现象似乎在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意识才是那个更加接近底层代码的存在。物质现实是意识的投射，地球正在经历一个转换的关键期，人类被引导进入更广阔的层面，那是一个完全超越物质主义的领域。某种程度上，外星恐惧叙事也是进步过程中的噪音。恐惧是人的本能反应，而放下恐惧的第一步就是直面恐惧。濒死体验恰恰是面对恐惧最有力的方式。下期视频我会详细的梳理濒死体验研究的历史脉络和重要发现，我会告诉大家，在濒死体验中，那些体验者们究竟带回来什么信息，对我们又有什么样的启发。如果喜欢这期视频，希望大家可以点赞关注，我们下期见，拜拜。